从最初相逢到没了影踪的匆匆，留不住这缘分容貌。谁辜负了那一场心动，只留一道背影将眼光无声。时间的波纹交错，在我掌心流过，留下想念的梦中。我望楼台外烟雨下，望不到你的天涯。这人间多少风啊，不如你轻话。风吹过我的脸颊，热情湿了容貌，放不下。今天太子府奉命设宴，你还不赶快去撑撑场面去？他一个储君需要我一个郡主去撑什么场面啊？您怎么不去啊？那不开玩笑吗？我要是去了，不给那些他国人长脸面了。那我也不去。那不行，你是我宁王府的门面，你必须去晃悠晃悠。门面哈，知道了。那我去捯饬捯饬。知道的是太子府设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到了哪个集市呢。郡主，你怎么才来？哪有压轴先来的道理啊？从开始殿下就一直派人来问，这都问了10几遍了，我们都替殿下干着急。行了行了，不是说宴请使臣吗？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姐姐，你不知道，因为殿下病情，太子府已经好多年没有设宴了。这次好不容易借着送别使臣设宴，好多家府上都送来了拜帖，殿下没办法，只能都发了请柬。苏妹妹，你真是无处不在哈！姐姐哪里的话都是姐姐教的好，为了营收，哪里有热闹去哪里吗？哎，这也是陛下近些年第一次让太子府代行设宴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外面还有传言说，陛下这次让太子府设宴，为的是让皇子和各位殿下选妃呢。哦，怪不得门口来了那么多五颜六色的闺秀呢。要我说，这些闺秀哪里比得上姐姐呢？嘘，低调点。是奴婢不长眼，请贵人恕罪。郡主，郡主，刚刚那个小丫鬟不是太子府的人吧？那个婢女看着确实有点面生。郡主的意思是？明白。郡主您先入席，属下这就去查。我也去，说不定有料。郡主安好。请。又有新八卦了。她不是，她是宁王嫡女，你就别想了。承蒙郡主厚爱，小生定不辜负郡主情谊。哎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
我和郡主的私事，你这丫头别掺和。你我二人素未谋面，这位公子何出此言？刚刚郡主还与我鸿雁传书，倾诉衷肠，现下却翻脸不认。月溪郡主居然看上了滦阳伯家的公子，还私下传情，这什么境界秘闻呢？这秘闻有点刺激啊！传的什么书？有证据吗？郡主虽未与我亲笔书信，却让婢女将手帕送来当作信物。那些倾慕于我的话，也都是这婢女亲口所说。本以为是这滦阳伯公子酒后胡言，没想到他还真有信物。陈公子怕是搞错了，我今日赴宴是和闺中密友来的。陈公子仔细看看，可有那送手帕的婢女啊？这或许是郡主为了掩人耳目，找了这凌华宫的婢女所送。再说了，这手帕是郡主的，这总归错不了吧？陈公子说笑了，且不说如此私密之事，我为何要在太子府找一个素不相识的婢女送信？何况我不像陈公子这么的单纯。你怎么证明那帕子不是你的？那上面可绣着你的名字。因为这个手帕才是我的。郡主，可别不是随便拿了一张婢女的手帕，说是自己的吧？是星辰起，上次姐姐在赏花宴穿过的，是双面异色绣，这技法简直巧夺天工。这才是平时我惯用的手帕，陈公子手上那张绣工一般，我可是瞧不上眼的。可万一郡主是准备了2副手帕呢？这所谓的信物都已经蠢到将名讳绣上去了，还用得着额外准备1副手帕吗？哦，对了，林小姐若是还有疑问的话，不妨请太子殿下将太子府进出口全部封了，好好找一找那个送手帕的婢女，看看到底是谁家的。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这么的诬陷我呢？这是太子府宴请各国使臣的宴席。为了这事儿封锁太子府，就为了寻找一个婢女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太子殿下，皇兄，在本宫府上出现了诬陷郡主这种阿杂事，本宫也难辞其咎。一定得还郡主一个清白。主子，郡主说她只是丢了个帕子，让不必为难那个婢女。帕子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怀流，将太子府上的所有的门都给堵上，带人查一查各婢女，看是不是混进了什么歹人。是。皇兄，我认为此事不宜大张旗鼓。现下众人皆已知道，月溪郡主是被诬陷的了，所以对月溪郡主的名声不会有什么损害。此等歹人可以私下自行查找。倘若现在声势浩大的一一盘问各府婢女，定会对前来赴宴的各位宾客造成不便。谢太子殿下体谅。是我思虑不周，因各国使臣都在，此事确实不宜封府查证。既然郡主都说了，那本宫就收回成命，但本宫还是会协助郡主一探究竟。小生受人愚弄，
唐突了郡主，还望郡主大度，不与小生计较。小生改日定随家父登门致歉。啊，公子言重了。岳西郡主遇事沉着，条理分明，且气度不凡，并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，反倒是颇识大体。这样的女子要娶回家做主母，必会带领家族繁荣兴盛。这条别嫁，我恐婚。啊！既然都没事了，诸位随本宫到前厅去观景。不过姐姐，我怎么感觉太子殿下对你的话是言听计从啊？哦吗？有吗？没有没有，你想多了。郡主，苏小姐，池塘淋浴袋，快！没事吧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玉儿她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掉进池塘里的？小姐刚走进池边，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个小厮，一下子就撞到了小姐身上。快些！小姐一时没站稳，就掉了下去。那个小厮呢？因为太突然，他的动作又快，所以没看清。废物！虽说这二人之间早有传闻，但此次众目睽睽之下有了肌肤之亲，也算是铁板钉钉了。多劲爆！我记下来。三殿下下水救了林家姑娘，即使是救人之举，那也算是损了林家姑娘的清白。唉，就是不知三殿下会给这林姑娘什么位分了。毕竟以林姑娘的出身，她清白当众受损的事情，断然是不能成为皇子正妃的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这可真丢人，真有伤风化。我们走。闪开！这正妃还没进门，就已经多了一个糟心的小妾了，头疼。这样的女子要娶回家做主母，这条别解，我恐婚。太子殿下，谢谢。谢什么？我知道太子府有个绣娘，极善异色双面绣，且刺绣速度极快。我当时好奇，还让怀流带我专门观摩过呢。好，所以呢？他还知道用上了我曾经出过风头的星辰起，更是让人信服哦。看来他平时还是挺关注我的哈。或许吧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叹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